係咁網友嗱，呢條片啊係我早兩日講過呢個香港嘅 IPO 啊，其中即將上嘅一間就係舒煙。舒煙咧嘅估值，但係咧佢就崩跌。佢曾經係世界頭3名嘅獨角獸啊，而家當然唔係啦。咁就係呢個 Anthropic 啊、OpenAI 啊嗰啲都係好犀利啊。咁佢嘅市值咧亦都跌咗，而家估計400億至500億美金到啦。咁呢個已經係好犀利嘅，因為佢係受咗極大嘅衝擊嘅。時光帶走咗一代人嘅背影，但呢份手作嘅倔強，我哋仲係想幫香港留住。有啲味道，食一次少一次。香港製造大廚系列嘅竹升手打蝦子麵，俏貓貓為你守護住呢份堅持。係啦，呢個係最好食嘅蝦子麵啊，沒有之一，全世界係手打嘅竹升蝦子麵，原價每盒110蚊，而家減到78蚊，呢個就係買夠300蚊，仲送一本書俾你添。舒煙點解嘅估值跌咗60%呢？嗱，本來咧舒煙咧，佢就已經整好晒成個架構，預備去海外上市。佢係點呢？佢將個總部搬咗去新加坡，而佢賣貨嘅目標地咧就唔係中國喎，佢係美國同歐洲喎。咁照計就唔應該受中國管嘅啦，點不知去紐約就係受咗。呢個中國政府話唔得。因為咧，佢嘅供應鏈係喺中國，佢嘅主要供應鏈，而主要供應鏈喺中國咧，都要中國政府批准先至可以上市，唔准佢去紐約上市。跟住想去倫敦上市，亦都受阻。咁最後決定咧就翻嚟香港啦。咁而家嘅估值咧，估計400至500億美金嚇。呢個舒煙啊，我要講呢個舒煙係乜嘢咧？係一個極速時裝嘅極致，呢樣嘢咧係香港發明嘅喎，然後咧呢套嘢喺珠三角洲大量擴大。舒煙係將用軟件嘅方法將時裝嘅做法變咗用軟件迭代嘅方法，於是係睇流量為主。好似 Google、好似 Meta 咁樣，呢一套咁嘅做法推到極致，呢個叫極速時裝系統。其他嗰啲快速時裝咧都俾佢打到咧奄奄一息嘅，呢個係。好啦，嗱呢個咧我要講翻香港戰後咧，因為好快發展呢個紡織業同時裝業，其實最原始嘅就叫做紡，你將嗰啲細絲翹成一條線，嗰個就叫紡。然後你將佢織成布，然後咧你就印染，呢個印染。咁然後咧就後期加工啦，呢個就係香港啊曾經領導係世界呢個時裝服裝出口世界第一嘅。點解？因為我哋戰後好早開始做。咁後來咧呢啲咁嘅時裝買賣咧，就整咗套 quota 制度。嗰度 quota 制度全世界最多嘅 quota 就係香港，咁香港咧就係壟斷性地位，差唔多係。我應該咁講，呢個世界時裝嘅傳統係點咧？佢咁嘅，每逢我係睇黎智英嘅書，我先知道嘅。呢個係黎智英係帶出咗關鍵嘅一步。呢一季大家都估唔到嗰啲大型時裝公司，嗰啲 top 嘅時裝公司會出咩產品咧？佢一出原來好賣，咁咪點啊？咁咧好賣，咁咪叫人做版咯，設計做approve 咯，然後做版咯。咁你跟住個天氣都變咗，咁咧就於是咧就將啲版 send 出去，嗰啲人咧就落單，下一年嘅呢一季就上啦。永遠做咗幾十年都係咁，下一季就重做緊上一季。嗰啲時裝突然之間興起上嚟嘅款式，黎智英我有解釋過，
佢係拆除咗其中嘅障礙，係每一環都快啲，盡快攞到 data， 然後就揾供應商啊，用空運啊，呢個咧點樣可以嘅好快地出產到板同埋出產到貨，喺同一季入邊就做到啦。呢個好緊要啊！季頭譬如呢個Gucci着咗件衫，你季中已經可以平佢好多賣出，咁樣香港嘅時裝咧就好犀利。嗰陣時咧，呢個黎智英好可惜嘅，嗰陣時仲喺公明織造廠，跟住咧就做佐丹奴啦，連優衣庫啊都係嚟香港問佢取經學做快速時裝嘅，呢個就係嗱。其實呢樣做法咧就係好靠一樣嘢，乜嘢咧？你個供應鏈有幾齊全，你要快速反應，你要有足夠嘅配料先得㗎。香港喺1970幾年至90年咧，係全世界最大嘅呢個時裝供應鏈，最齊全嘅就喺長沙灣啊，一棟棟工廠大廈，呢個係乜嘢都有。你知唔知包括幾多嘢？包括嗱紡咧，我講過咧，織啦，呢個印染啦，呢個就係花紋設計啦，打版啦，呢個係印花啦，呢個係成衣出產啦。成衣出產你要包括呢個嗰幾種布料配給埋咧，包括埋拉鏈啊、扣啊、呢啲 lace 啊，好多唔同嘅 combination 你要有，然後咧就生產。唔止喎，生產完咧，仲有你係咪好快有呢個吊牌同標籤啊？甚至係二維碼，呢個就係包裝、紙盒、印刷都齊全，然後檢驗風險，迅速出口。呢度係香港製造嘅供應鏈，曾經雄霸世界20-30年。到咗90幾年、2000年之後咧，又大量搬去呢個珠三角。珠三角咧，再將呢條供應鏈就係擴充咗。擴充咗點解要擴充咗咧？第一，香港商人翻去大陸，同樣係交美國同歐洲市場同埋亦都供應好多呢個建設中嘅國家嘅大陸就唔係啦，大陸仲加供應埋大陸本身添，所以喺大陸嗰個市場嘅規模咧係大咗好多，呢個係嗰個大陸嘅時裝業啊，係唔係好多已經搬咗去斯里蘭卡啊、印度啊、孟加拉啊呢啲地方咧、越南啊呢啲地方咧？係，但係只係車衣嗰部分啫。佢哋冇辦法建立一個咁完整嘅供應鏈，尤其是紡紗、織布、染布，好難過到環保嘅。而家係因為非常污染，非常嚴重啊！中國有龐大嘅工業 base 做紡、織同埋染呢三部分，而中國嘅布料係最快嘅，呢個係。因此嗰個配件咧最齊。今日喺外國呢啲咁嘅廉價嘅工程廉價人工嘅地方做嗰啲時裝咧，就係呢一個都要由中國寄好多配料過去嘅，所以中國嗰個供應鏈咧，暫時嚟講咧係無敵嘅，呢個係無敵嘅。因此就係嗰啲最平、低價同中價，最低價就去咗印度，中價去咗孟加拉，即係咁樣同越南。最高價嘅咧依然係喺中國嘅依然喺中國嘅。供應鏈最齊全，個密度全球第一。喺1個鐘頭車內，你可以揾到晒呢啲廠，立即可以夾到件衫出嚟。呢個就係嗰個成個書煙嘅生意嘅基礎，就係呢一個龐大嘅供應鏈。好啦，快速時裝嘅再演化，呢個就係由傳統時裝一年轉款，去到香港嘅快速反應，
係同一季以一季為單位，輸煙將呢樣嘢咧推到極致，呢個係我會解釋俾你聽點解。輸煙呢個老闆，輸煙呢個名係點咧？本來嘅叫做輸煙嘥，係其實咧係做內衣嘅，後來咧就淨係輸煙就冇咗嘥，其實係咁解。呢個人啊係做電腦保護起家嘅，佢完全係一個 IT 人，佢唔係一個時裝嘅人。佢嘅改變係點咧？佢嘅改變咧就係由流量嚟到兩重測試，終極嘅測試，用流量、銷量雙指標嚟到決定生產，而極快速地作出反應。傳統嘅時裝揀乜嘢款啊？老闆嗰啲設計師決定用乜嘢款，係 top down 嘅，呢個係佢係唔理呢啲嘢㗎，佢唔理呢啲嘢㗎，佢係點啊？傳統嘅時裝公司賣得，你去到銷量賣得嗰時，咁你咪增加生產咯，已經係好犀利㗎啦。呢個因為已經咧有晒電腦連線啊！嗰陣時我哋做瓷磚已經係立即購貨㗎啦，電腦立即購貨 ，point of sale system 咧立即要知乜嘢賣得，乜嘢唔賣得，佢話立即決定點樣補貨。輸煙唔係早地兩步，邊個有啲時裝個流量突然之間增加？譬如英國有個人發明咗個復古嘅英國碎花時裝，忽然之間好多人睇，佢就知道，佢就已經知道喺嗰點開始抄呢個係。咁佢屬下咧就有二三百間工廠，呢啲工廠咧係變咗佢嘅一級供應商嗰時咧，佢係會津貼佢將間工廠改裝啊！嗱，你首先要明白，每間工廠都有晒最先進嘅設備，最快、最慳工、最合格嘅療程，每間工廠都有。聽講話一間工廠咧，佢係會津貼成1000幾至2000萬俾你改裝，成為佢間 standard 嘅工廠。呢間工廠咧，呢啲工廠主要係點咧？佢又可以生產好快速地生產極少量嘅嘢，又可以生產大量嘅嘢。而呢啲工廠又同珠三角嘅整個產業鏈深深地契合。我再講一次，成個流程俾你聽成個流程俾你聽。譬如有件衫喺網度多人睇，佢就立即將呢樣嘢咧就發俾佢嗰啲 support 嘅公司。佢唔係知道好賣，唔係知道啲人多人睇啊，係知道點解好賣。佢將佢拆成好多個 factor。呢個爆燈嘅形式係乜嘢嘢咧？呢件衫佢嘅點解呢件衫咁多人睇咧？泡就紅色素高腰個價錢，用雪紡做係點咧？短裙就加幾多？碎花方領呢啲 factor 咧，立即睇咗呢啲 factor。佢睇咗呢啲 factor 咧，就發俾啲工廠。工廠咧立即設計，一設計咧，佢一 approve 就開始生產100件至200件嘅啫，7日內唔係喎，呢度去到呢度2、3日啫喎，佢即刻擺上網，邊一款多人睇，或者係多人擺入個 shopping cart 嗰度咧，立即放大個產能。睇到有幾多人去睇呢樣嘢，知道點解好賣，然後做乜嘢去做一輪去撞呢啲咧係 AP test 嚟㗎嘛，但係佢做到好多個 test， 然後一有啲嘢拋出嚟咧，就去開始量產，而量產咁多隻入邊咧，有邊隻真係好受歡迎嘅咧，就大規模生產。再放大係咁樣嘅。
每日佢哋都有幾多款衫出嚟咧？最少千幾種，最多3000幾種。你係唔信咁多款衫出嚟啊？咁你梗有一款受歡迎，由流量開始啊，由市場係由 IT 去決定邊件衫係值得重視呢個係啊，然後就做 A/B testing。做 A/B testing 咧，邊件跑到出嚟就入咗第一，入咗欄啦。入咗欄咧就開始做幾萬單、幾千單咁。如果好賣得，好賣得，佢就立即擴大個生產。結果佢咁樣樣咧，非常快，去到大量生產只需要7日，冇人做得到，冇人做得到。如果嗰啲快速時裝啊，嗰啲人咧，呢個起碼都14日先至可以做得到呢個推出新嘅貨，佢唔係，佢全部喺7日之內。而且你訂單咧，佢係逐單同你做，有幾多單做幾多貨，然後寄到去個客手上咧，都係10日8日，已經咧成個完成咗。你哋都未能夠反映出嚟咧，佢已經做完咗。流量就係揀款啊！睇下個曝光程度係點，每日最多3000幾款時裝，揀出有潛力嘅，然後擺呢一個做100至200件試產，然後有人買，於是立即擴大，呢個就係。而擴大咧，佢唔係盲目大量生產，有幾多人訂就立即生產，你落單佢就立即通知工廠去訂，工廠做出嚟2、3日，寄到你手中4、5日，呢個就係輸贏，呢個就係輸贏。嗱，呢一個係一個點講啊？係將互聯網嗰個 Meta 賣廣告嗰啲方法咧，就結合落去嘅，結合咗落去嘅。而佢係背靠乜嘢咧？珠三角嘅成熟三角鏈，因為你要抄人，你都要有料先得噶嘛。嗰度咧係世界上最大嘅供應鏈，所以佢搬唔離開到廣州嘅。第三咧係要有一大堆小企業家係好靈活嘅，願意薄利多銷，跟住佢走嘅，好辛苦嘅。佢話做佢嗰啲supply啊，好辛苦，忽然之間落咗單，好短時期內要佢交。瞓都冇得瞓嘅嗰啲人話但係佢又唔會俾你賺好多錢，但係個絕對銀碼大嘅，而且佢仲要背靠乜嘢咧？係香港積累落嚟 pass 咗俾大陸嘅手藝而家佢話聽講話咧，真係去車衫做製作嘅咧，多數係湖北人，佢哋嘅技術水準係遠遠高過孟加拉、印度。係所有呢啲 factor 結合為一，然後先至有輸贏嘅出現。而且咧佢係用呢個有用大數據同 AI 喎，每賣多件系統再聰明一啲，點樣賣得？呢個係嗰啲動態新數據翻去平台，拆解熱門元素，於是又再推出各種各樣嘅嘢，呢個就係。呢套系統，我覺得真係聰明到極，結果就搞到咁嘅系統，橫掃咗呢個快速時裝。好高端嘅時裝梗係唔會咁啦，但係快速時裝咧係天下無敵，搞到優衣庫都搞唔掂。因為點解咧？佢呢一批叫命嘅。佢係好平，因為佢 cut 晒所有嘅中間人，由廠出口去到寄去你屋企，冇代理商，乜都冇，所有嘅中間 level 全部 cut 晒。而佢嗰啲工廠咧係可以非常廉價地生產，因為個效率好高。呢個係用電商形式經營，啲實體店賣時裝咧全部嗌救命嚇。首先打低呢個實體店。呢個係佢又唔使俾普通零售，有店租，有存貨，
季度訂貨呢個減價清貨，平均你要蝕嘅，有啲3個都其實書煙咧係個純電商嚟嘅，每日上幾千件衫，然後咧你有order佢先生產，全球直送。嗱，呢個就係嗰個秘密。但係啊，你咁快咧就梗係有問題㗎啦。第一，你係大量去抄人哋㗎啦，呢個當然係。所以咧有啲公司咧就告書煙嘅。時裝界咧就係冇人去攞專利嘅，因為你攞得專利嚟咧，嗰件衫已經唔興啊，就係靠佢依然你可以告佢抄襲。但係咧，書煙話唔關我事喎，我係個平台嚟嘅，嗰個人你咪告嗰度有咯。佢喺珠江三角洲有間廠交谷供應俾我嘅，你去告佢啊！你都知唔值得啦，你就算告佢啊，轉第二間出啫，係嘛？第二，呢種咁嘅衫係平到咧幾蚊一件嘅，全部好多幾蚊一件，成個連身裙都係幾蚊至10幾蚊。咁於是咧，啲人就不停買新衫，造成環保嘅代價。呢個抄襲、唔尊重知識產權、污染品質呢個56件抽查18件超出咗標準，喺歐盟係有致癌毒素，呢個就係咁嘅情形之下咧，呢個就係呢啲就係美國同歐洲要對付佢嘅藉口。當然啦，其實背後係要保護自己啲工業。一件平衫變咗產業政治，呢個係所有零售界、時裝零售界都嗌救命，喺美歐。因此政府要出手，政府出手對付佢係點咧？就係對付小型包裹。佢成個背後嘅邏輯可以咁快咧，就因為佢係一件件衫咧寄出嘅。由中國寄出咧係平嘅，呢個首先大量嘅logistics由中國直接寄出。以前咧美國咧係800蚊美金以下嘅嘢咧係唔使抽稅嘅。歐盟同英國咧就係150歐羅咁上下啦，而家咧唔得，所有嘢都要報稅。嗱，所有嘢都報稅，你知唔知點解？佢嗰件衫幾蚊美金，你抽佢10幾20% 稅，佢唔緊要喎，佢都係平過你好多喎。但係唔係小額嗰個小額包裹啊，係去到幾億件一日，幾億件一日。去歐美嗰啲國家咧，都以億件計嘅。佢嗰個優點喺邊度啊？佢呢一個而家咧就唔係啦，要你報海關，報海關咧，你件衫幾蚊咧，佢都有個 minimum charge 嘅，因為行政費。喺歐洲咧就5個歐羅，而且咧嗰個手續咧，你要報關咧係要揾人報關喎，而且咧海關咧嚟到你經過小型包裹咧，嗰個郵遞服務咧，郵遞服務同埋驗關咧係拖咗你時間嘅。其實係拆咗個快字，你冇辦法咁快。你有兩種方法。第一，如果嗰張單係貴啲嘅，你就可以照依然用報稅嘅方法去報，咁咧係遲咗2-3日。咁咧就係因為嗰個附加增值咧係冇咁傷嘅。如果貴單嚟講，好平嘅單係點咧咁？你係要將嗰啲單集中埋一齊，用大啲嘅 container 空運去，譬如去美國，然後再拆開一件件寄出，因為咁樣慳咗報關嘅手續同埋報關嘅費用。報關嘅費用係有個 minimum charge 嘅。美國係幾十蚊美金添嘅，呢個係香港呢個而家嚟香港上市，因此佢嘅銷路咧係大跌嘅。呢個係得呢兩種應付方法，係得呢兩種應付方法。美國最早實施，然後去到歐洲同英國，香港接住嘅
係一套依然有效，但已俾人哋對付緊嘅失去優勢嘅模式喺香港上市呢間書院啊！呢度唔入得啊，有活動搞緊。我係嚟參加活動㗎噃，睇粵曲啊嘛，我嚟過好多次啦。想博懵阿蘇，65歲以上先可以參加。你自己睇啦，我有冇資格入去？你80幾歲㗎啦，點解睇落完全唔似，頭髮又黑又濃密嘅？全靠我最近換咗呢隻全新第3代雅烏樂啊嘛。咁正，去邊度有得買啊？我係俏貓貓生活百貨度買㗎。日本專利銀離子配方，魚光自然變深色，添加全新修護成分，染髮同時從髮芯修復受損，溫和冇刺激，簡單一搽，無需沖洗。咁優質又咁抵嘅產品，梗係快啲嚟俏貓貓生活百貨度買啦！呢隻嘢係今次呢個月仲特價290蚊嚇，大家真係要試下用呢隻染髮劑咧，係非常方便，唔使去呢個理髮店，自己可以做，同埋咧唔會變咗唔同顏色。你隔幾日補少少上去，一支咧係有排用嘅。啊，呢個同埋宋明士咧，韓國 Soilab 防脫髮系列由癌症康復者研發，成分超溫和黑豆精華強化髮根，實證有效減少脫髮，精華清爽唔黐粒，頭皮即刻舒服晒。想夠快，快啲去俏貓貓超市買啦！